秋冬是整理菜园的最好时机，拔掉的这些枯枝烂叶很多，只要它们没有生病，都可以拿来堆肥。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整理菜园，还有用塑胶桶堆肥的经验分享。我在10月底的时候把这一大片的地瓜叶都收了，因为地瓜叶肯定是过不了我们这里冬天零下10几度的寒冬。趁着第一场大雪到来之前把它收了，也可以顺便看看地里面有没有地瓜可以采收。我往年种地瓜叶，因为常常采收分享给朋友，所以从来都没有看到地里面有任何的地瓜。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块地的地瓜叶我就比较少采收，挖出了很多的地瓜。白色的就是我们吃的地瓜叶的那种地瓜，因为这种地瓜吃起来的口感不好，可以收集起来放在车库里，明年接着种。这种红色的是从店里买来的，不小心发芽了，所以拿来试种。我是第一次种这种地瓜，之前有松鼠给我挖了好几个洞，现在可以采收到一些，其实很满足了。明年把它种在花盆里面，就不用怕松鼠来偷吃了。我这次要用这个家里淘汰的大塑胶箱来做堆肥，这个塑胶箱有很多的破洞还有裂痕，刚好可以让空气进去。如果塑胶桶的底部没有这些破洞或裂痕的话，自己可以钻几个小洞，这样这个堆肥箱才能透水透气。秋冬的落叶很多，我的大堆肥箱一下就满了，所以我就把堆肥箱最下面还没有完全分解的拿出来一点，放在我的这个塑胶桶的底部。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落叶或者是旧土剪碎的厚纸板来代替都可以。大堆肥箱的做土经验，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你看这些虽然还没有完全分解，但大部分就是之前割下来的草，现在都已经是黑黑的了，还有很多黑水虻的幼虫在里面。黑水虻我在之前的影片也介绍过了，它们是堆肥箱里面最好的清道夫，虽然有点恶心，可是它们不是蛆哦，看到千万不要把它们给杀掉。我把它们挖出来一些放在塑胶桶里，然后再把刚刚拔掉的地瓜叶的叶子全部都塞到这个桶子里，然后最上面我再放上一些旧土，撒一点水，这个小型的堆肥箱就完成了。这种懒人堆肥就像做三明治一样，一层土，一层厨余或者是枯枝烂叶，然后再一层土，或者是你可以说一层 brown 一层 green， 然后再一层 brown， 然后最后呢再浇上水。通常这样大小的堆肥塑胶桶大概2-3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变成有机土壤了。这个是2个星期后的塑胶桶的堆肥结果。你看所有的叶子都没有了，整个桶子变成黑黑的有机土了。好快哦，2个星期就做出新土了。因为菜园还有很多的枯枝烂叶，所以这次我就把这些所有晒干了的枯枝烂叶、地瓜叶、枸杞，还有一些瓜类其他的东西都剪成小段，全部塞到这个塑胶桶做第2次的堆肥。我先用之前刚做出来的这些土混合了这些剪断的枯枝还有一些落叶来堆肥。因为枯枝没有叶子那么软烂，再加上现在天气真的太冷了，估计大概要等2个月左右，我们才能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这种三明治堆肥法很简单，有些人是用花盆来做小型堆肥，你也可以用家里不要的塑胶箱，也有人是把整个 raised bed 拿来做堆肥。就是最底部呢，先放上厚纸板、落叶或者是旧土，然后再放上菜园整理出来的这些枯枝烂叶，或者是家里的厨余，记得要把它剪断或者是剪碎。然后最上面呢，再放上一层厚的落叶或者是旧土，
或者是像我这样放上分解了一半的堆肥土。通常这种堆肥会在秋冬的时候做，等到4、5月天气暖和了，可以开始种菜的时候，这些土壤就差不多可以用了。趁现在落叶很多，大家又在整理菜园的时候，用这种方法自己堆肥，做一做土，可以将很多日常的厨余还有枯枝烂叶变成有用的肥料，最终再回到自己的菜园里滋润新的植物，对我们的地球还有整个环境都是有利无害的。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试一试。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或者是关注我哦，谢谢大家，拜拜。